你们问问自己，你们合成几时停下来想一想，问问自己，你先天拥有什么样的天赋？你存在了什么样的智慧？你有什么才能够贡献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是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挑战，就是做我们自己，做我们有兴趣的事情，做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呢？两种不同的驱动力，两种不同的能量。如果说我们为了生活而工作，我们逼着自己要去工作，我们为了下一餐，为了下个月的薪水，为了下个月的账单，我们不得不去工作。因为我们为的是生活，而不是工作。另一种方式是，我们的意识一个转变，我们为的是我们工作，因为我们工作对这个社会有意义，我们这个工作扮演了这个社会运作当中的一个小螺丝。没有我们的这个工作，这个社会的运作就有缺陷在。我们弥补了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频率，这种使命感，每天都为了这个工作而存在，每天就是因为这个工作而活着。你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看？你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什么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受到非常多的诱惑，非常多的限制。你想要爱，想要有欲望，你想要购物，你想要买东西，你想要花钱支持别人，你想要用钱去做任何事情。钱其实是一个诠释时间能量的一个数字，金钱的背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能量。如果说我们可以看破金钱系统的话，所以大家不是都是在玩这个游戏吗？我的1个小时比你的2个小时珍贵，我的1个小时比你的1个小时珍贵。你要用你2个小时来换我的1个小时的付出，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那我们的教育系统，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从我们的教育系统就开始培养我们这些能力。但是小马提有讲了，他霍华德·加纳德的人类的7种智慧。人的7种智慧，有语言智慧、数学智慧、空间智慧、音乐智慧、动觉智慧。动觉就是我们有 dancer， 我们有舞者，有瑜伽做瑜伽的人，有运动员，这种对于控制我们身体动觉的智慧非常的好。再来还有人际智慧跟内在智慧，我们有这么多种智慧。但是我们学校教育体系的系统呢，在这当中只有培养我们语言的智慧，还有数学的智慧。好像认为语言、数学的智慧是最重要的。当然，这2种智慧是推进科学发展往前迈进的2种的一个还蛮
有用的智慧，但是却忽略了其他的智慧让每一个同学都认为说我们一定要加强这些能力，一定要经过这个考试系统才能找到我们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工具。你要安什么身立什么命？只有此刻，像这个空间智慧、棋手、下象棋、下围棋，还有这个室内设计这种智慧，好像音乐的智慧，你有艺术方面的智慧，你对音感，你对任何的艺术的赏析，你对于拍摄电影这些感官、这些灵敏的程度都比一般人更好。但是现在的出路也是越来越多了，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循规蹈矩认为完全用金钱的角度去衡量什么样的事情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再来人际的智慧，人际的智慧能够很有效的去跟别人沟通，能够很有效的去建立与人内在的一个情绪的连接，这个人际的智慧，这些智慧有先天有后天，那你先天没有，后天也可以修出来。你先天有，那当然是更好，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意识到你有这部分的智慧，内在智慧，这个觉察我们起心动念，觉察我们这个肉身，觉察我们肉身跟宇宙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内在智慧，像是很多心灵大师，很多宗教大师这种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存在。所以说人类社会当然用这个7大去分可能是太那个，真实的情况有数不清种的这种智慧模式存在。每一种智慧当然有分流不流行，但是 Peter 认为都是同等重要。为什么你一定要做别人告诉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们问问自己，你们合成几时停下来想一想，问问自己，你先天拥有什么样的天赋？你存在了什么样的智慧？你有什么才能够贡献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是你目前看到这个社会所欠缺的频率，你有什么样的才能？也许你被告知你要当一个工程师，但是实际上你是充满艺术的智慧，你是充满摄影电影拍摄的智慧，或者是你是充满空间的社会，你对于这个室内空间的设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你被告知因为工程师赚比较多钱，所以说你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起床，你就是为了生活，或者是为了给别人好的生活而去做你并不是那么有兴趣，或者是你不是那么有才能却硬着头皮去做的事情。这当中有很多限制，这个限制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给我们的。我们有这个欲望，我们有成家的欲望，我们有满足父母亲对给我们期望的欲望，或者是满足别人给我们期望的这个心念存在。所以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做限制。所以为什么说每一个人都活着，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思活过？因为照自己的意思活，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社会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试炼。很多人觉得说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找不到自己的才能怎么办？这一段我非常喜欢 Alan Watts 诠释的。他说，当今天我们
强迫自己要找出我们的兴趣，我们能够贡献的才能，我们想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真正的我们，这个精神能量并不是一个知识的客体，因为它是无限可能性的，是无边无界的一个意识你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你想要往哪个方向走，你就可以决定往那个方向走，而不是一个固有的在框架里面的一个固有的模式。也许我们的肉体现在有这个形式例如说 Peter 身高才170，我不可能去打 NBA 嘛，这是一个固有你在当下你有一个频率振动上面的限制但是真实的我们背后控制我们身体的这个精神能量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决定你要往哪走。所以你的兴趣在哪里？实际的情况就是没有什么兴不兴趣的，只有你是不是真的开心满足的在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刻。也许很多人一开始强迫你要找一个兴趣你想了又想也许我喜欢做这个，而后你过了一阵子，过了2年3年，不，我不是喜欢做的，也许我喜欢那个。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喜不喜欢从来就只是我们意识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标签。所以一切你们都可以自己决定，不是那么的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当下做的这个事情，还有我们与这个宇宙的这个连结性。与这个宇宙连结的越深，那就是我们代表我们的练习有一些成果的时候。所以做什么只是一个表象，而用这个事情去诠释，去与这个宇宙连结才是我们最真实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找不到自己的才能，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们可以依照霍华德的这种人类的7种智慧的这个框架下去看你对哪一个有兴趣你的才能可能是哪一个，慢慢的专注你周遭的人事物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你想要做的兴趣。因为这个兴趣，当你越想要尝试的去找它的时候，你发现你永远找不到，因为灵感总是在我们最舒适、在 relax、在放空的时候才袭来的。也许你一直用脑袋瓜想说我们的兴趣，但是兴趣从来不是用我们的大脑去想出来我们兴趣是什么的，而是来自于周遭，来自于倾听，来自于与这个宇宙连接，来自于与他人交谈，来自于听很多一些很聪明的人演讲，让你给你这些灵感你慢慢的就知道你的方向跟你的兴趣在哪里。好，这一部影片不会太长，Peter只是稍微看到观众朋友有一些问题想拍这样的主题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OK，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也可以考虑成为我的 Patreon 来支持这个频道持续的成长。Peter 也有提供1对1的线上视讯交谈服务喜欢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好，感谢收看，祝每个人都找到内心的平静，下次见。